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我们要来看我的另外2株小马克 Mini Mark。 上次我们应该看到1跟3，这一次我们就来看2跟4。那4跟5其实是5颗里面呢比较大株的2株，所以今天我们会看一大一小。这株第2号呢是3株比较小的其中1株。那我所谓的小，虽然他们是同一批买来，但是它的个体上面呢，就是还是有强弱嘛，所以这颗它稍微小一点，叶长稍微小一点点，然后根系也稍微小一些。但是好在它的开花呢，每年复花的状况呢是都有开花，而且呢从小苗开始，第一次开花是比如说1朵2朵，然后每一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朵数。这种每年开花越来越好的现象啊，这5颗都有，不是只有这1颗。那这跟兰花植株它的年龄是有关系的，当然你养分啊照顾也要到位，否则的话就不会越来越好。如果你没有看到上一个小马克的影片啊，我就稍微重新再叙述一下。这颗兰花它的确是有一些香味，但它不是甜美的香，它是属于那种酸甜酸甜的香，所以每一次我闻它的时候，我都会感觉我在闻美酒或者是蜜饯，就是酸梅，类似这样的一个酸酸甜甜的味道。那我之所以喜欢这款兰花有2大原因，第一大当然是它开花出来的这种小斑点，加上黄色、橘黄色这样的一个花唇，有的人称它叫小铲子。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美加地区这种兰花是比较不常看到的，有一阵子很风行，但是这1-2年好像又大家都没在讲小马克，所以我相信再过1-2年应该又会有人在提，因为其实兰花一批一批在做，如果从种子培育到或能够成熟来开花，也要3到4年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再过1-2年之后又开始有人在风行小马克。好，那因为它根系比较少所以我就用了比较小的这种8盎司的杯子来做它的容器，然后内杯是底下有洞的，然后它的这个种植的介质就是大颗小颗的颗粒混合，小颗的是 mantle clay， 大颗的是 hydrocorn。 那因为根系比较小，然后根也比较细，所以我选择的颗粒的比例啊，小颗粒的多一点大概就是没有很精准，大概就是2:1的这样的比例分配。那它内杯里面有些根系已经长出，从这个排水孔啊长到外面了，还好有外杯罩住，所以还有一点点那种限制的作用，才不会长得乱七八糟的。那我其实常常会被这种兰花给骗到，然后就会有惊喜，原因是因为它是小型的兰花，因为它好像有 micronova 做亲本在里面，所以是那种很小的兰花。所以每一次呢，我看到它兰花花苞这么小，都觉得还要等一阵子才开花。可是每一次它开花，我都吓一跳，就会觉得不是应该还要再过1-2个礼拜、几个月吗？怎么一下子就开花？其实我就常常忘记，它其实是一颗小型兰花。好，那这边的另外1颗兰花迷你马克呢是比较大株一点那这一次呢，它就是边长花梗的时候，然后边在自然淘汰一片叶子。那这种现象啊，除非它黄的速度很快，否则的话，如果是慢慢的变黄，其实你没有必要太去担心，那就是它自然的淘汰。但是如果它黄得很快，或者是它的掉的那片叶子不是在最下面的叶子，那你可能就要注意兰花整个健康状况可能是根系出了问题，所以最好还是多观察一下，甚至做紧急换盆，或是就是拿出来看看根系。那这一颗兰花的话，这一次其实它来的花梗让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它有2个花梗，但是2个花梗都没有到太长，所以平均的话大概就是5朵花一个5朵花，然后另外一个是3朵花这样的一个，所以总共8朵小马克的花。
它们个子虽小，兰花这植株大小虽然小，不过我个人觉得呢，它们还是比较喜水的一种兰花，因为我只要每一次给1/4杯，那有时候我还是会发现它的最后面的2片叶子，最老的2片叶子，有时候还是会呈现一点下垂，不是很有精神，所以我就要追加水量。所以如果你有这颗兰花的话呢，你可能要把这水量稍微增加一点，或者是一样控制你觉得可以的水量，比如说像我是1/4杯，但是可能就把那个给水的周期缩短成比如说5天，因为我这边固定是大概1周给1次，所以就是7天的时间。那你可以固定水量，但是你把时间的浇水时间的周期缩短为5天，或者是一样是7天的浇水，但是在比如说第3、第4天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稍微用喷头呢，在介质的表面再多给它一点补充的水分，用喷的，甚至就是再给个1/8杯，甚至1/16杯，就是让它再多一点点湿润度，撑到第7天，然后你再重新给1次水。我觉得这样都有办法帮助这种兰花，因为我发现它们真的好像比较需要水分，特别是开花的时候。这种兰花，我其实这5颗里面呢，养到现在，它单花梗或双花梗的这个频率没有固定，有时候它会来单花梗，然后比较长，有时候它会双花梗，所以它是有双花梗的潜力，但是它不是100%有那种每一次都来双花梗的基因，所以在这边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分。那你看这边，它因为是比较大的根系，所以我选择容器就大，但是容器大呢，它长得也很好所以它这个根系长得相当的多，长到外面之外呢，我觉得再过1年，如果我下一次就这一次不对它进行换盆，明年可能会有爆裂的感觉，所以可能最晚明年的开花周期之后就一定要换盆，否则的话就太拥挤了一点。换盆这个动作，有时候你是容器重新使用，但有时候呢，你会更换容器、更新介质。那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检查兰花根系那透过检查根系呢，你就能够对兰花的健康状况比较有一点把握。换盆这个动作，有时候你是容器重新使用，但有时候呢，你会更换容器、更新介质。那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检查兰花根系，让你知道这颗兰花的一个健康状况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定期更换是不错的选择。